什么我的直播还没开啊？开了，来，这个真的很夸张啊，不是我在讲啊，是所有人都知道，明明不可能，一个国家不该把南韩的叛乱罪无期徒刑犯尹锡悦捧上神坛，但偏偏台湾就会，偏偏台湾就这样搞，偏偏台湾就这么瞎鸡巴弄。我不知道如果你问那个沈伯洋，你问赖清德，你问萧美琴，他们支不支持戒严？我很难猜想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析，怎么搞的，竟然出现了这么荒谬的状况，而且这个被韩国判无期徒刑的内乱犯，就在2天前被台湾的青鸟联合封神，说有没有可能尹锡悦是对的？超过1万赞，韩国人用肉身挡下的枪口，青鸟捧着当圣旨。各位，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会跟你讲清楚。来，各位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8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尹锡悦无期徒刑，却被台湾青鸟封神。韩国的戒严真相，我们把故事讲清楚。挺戒严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屠龙者终成恶龙。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安桂林、郭仲根、松坡区内乱首脑707特战团。今天的定场诗是深夜汉城金甲荣，蓝枪徒手气如虹，南柯60黄粱尽，铁窗一畔万事空，隔海呼传先知降，焚香敬拜狱中翁，屠龙少年磨剑酒，剑锋所指尽相同。为什么？谢谢 TikTok 这边的简简单单做自己的抖内，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下去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张在网络上流传的图，但这张图不是我这张图，我这张图也是 AI 做的，但是我这张图讲的是真相。那另外一张图是尹锡悦西装笔挺站在麦克风前面，脑袋后面一圈光环，对，就是文艺复兴宗教化等级的那种光环。他说什么？他说尹锡悦是南韩史上少数对于中国共产党威胁有清楚认知的总统，先知总是孤独。韩国已经错失了一次戒严的机会，但我们还来得及呀！妈呀，挺戒严哦！有没有搞错？谢谢景浩兄送了20个汇集。那所以今天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不是啊。这张图啊，在 Threads 上面1600个赞，6万多次浏览，然后更夸张的另外一句话来了，有没有可能尹锡悦说的是对的？9600个赞，妈呀！台湾现在是怎么样？都疯了是不是？都疯了吗？你知道台湾的脆上一帖政治文要冲到9600个赞有多难吗？这比大多数立委的贴文都猛，甚至比赖清德本人的贴文还要猛，还不止，还有脸书董事长乐团的贝斯手林大军，具名认证的账号发文说，当初尹锡悦宣布戒严，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
2557个赞，85次分享。底下被他转发的另一篇更直白，他说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尹锡悦是对的，南韩人也不聪明，没有看清尹锡悦所发出的警示，径自任由尹锡悦被逮捕。来，各位在听直播一边滑脆的各位，我现在告诉你这位先知的现况。先知尹锡悦是什么状况？2025年4月4日，韩国宪法法院8票对0票，全票通过罢免。注意哦，8-0，连保守派提名的大法官都投了罢免票。2026年2月19号，韩国中央地方法院第一审宣判内乱首魁罪无期徒刑。检方求的是死刑，判决书1206页，审判长池桂渊在里面引用了一个案例：西元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因为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被送上断头台。判决书写的那句话是什么？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1206页，各位，我翻过的《魔戒》3部曲加起来也才1000多页。韩国法官用了一部《魔戒》的篇幅告诉全世界这个人干了什么，而且不止他太太金建熙2026年4月28日2审宣判，加重改判4年。他出庭那一天，深色套装，外套上别着一个号码牌，上面写什么？4398。囚犯编号啊，韩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总统夫妻双双入狱。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很简单，一个被自己国家的宪法法院8-0罢免，被法院用1200页的判决书判决无期徒刑，太太胸前别着囚犯编号的内乱犯，为什么在台湾被一群自称最爱民主的人捧成了先知？先知总是孤独的，这句话有意思，在韩国他确实很孤独，孤独到连他自己提名的大法官都投票罢免他。但是在台湾，他一点都不孤独，他有9600个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分析给你看。这个人当年到底做了什么？韩国人在那一夜怎么挡下了他？然后18月后的台湾又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他抬上神坛？我先把结论挂在这边，这不是国际新闻，这是一面照妖镜，照的不是韩国，是台湾。台湾现在声称民主已经变得百鬼夜行，而这些百鬼升官发财赚的可多了。我先讲，我们要被这个事情误导之前，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把时间倒带回2024年的秋天，去看看尹锡悦这个人为什么要违逆宪法，整个把自己的生涯赌下去。你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掀桌，要了解他的牌有多烂。他的牌也不是一开始就很烂，是被他自己弄烂了。
你先看看尹锡悦的状况怎么样。2022年5月上任，支持率几个月内跌破40%，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都没有。到2024年秋天17%，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能想象一下17%是什么状况？每6个人才有1个人支持他。而且国会嘞，17是路上随机抓6个韩国人，5个讨厌你。戒严之后更惨，11%不支持率，85%双双刷新纪录。你看 ，SBNO 说朱大所以非常时期该用非常手段，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问那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你问他说是对还是错的？这种智障的问题有需要问吗？你做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然后你被判了无期徒刑，这到底是什么烂说法？来，戒严之后呢更惨，他的不支持率85%，支持率11%，双双刷新纪录。国会嘞，2024年4月国会大选，执政党惨败，朝小野大。在野的共同民主党拿着多数席次删他预算超过4兆韩元，弹劾他的官员。尹锡悦自己说，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被提的22件弹劾案，全世界空前绝后。这句话没说错，确实空前绝后，因为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把朝野关系搞到这个地步。我说的是尹锡悦，我没有说别人，不要搞错，不要误解，我也没有在暗示任何事情。但是最后真正压垮他的不是国会，是他的枕边人金建熙。这位第一夫人的丑闻清单我念给各位听，你来感受一下节奏。他收受迪奥名牌包，被网媒偷拍直击，市价约300万韩元。尹锡悦拒绝道歉，拒绝了1整年，说这是反对党的政治操作，直到国会大选惨败才低头。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案非法获利超过8亿韩元，2审推翻1审。改判有罪，然后最精彩的是统一教，对，就是那个统一教。检方起诉的内容是统一教总裁韩鹤子透过中间人3度自赠金建熙2个香奈儿包加1条 Graf 钻石项链，合计约8200万韩元。换取政府关照统一教的事业，另外指示信徒加入执政党。检方初步清查的名单有11万人，11万人，一个宗教团体11万信徒入党名单。韩鹤子本人2025年9月被收押，信众在法院外面喊：“母亲撑住啊！”我不知道你觉得剧情有没有很眼熟？对啊，政教勾结，第一夫人，名牌包，炒股，这套剧本韩国演过，叫朴槿惠跟崔顺实。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而且韩国的韵押的特别整齐。所以你看2024年11月底的尹锡悦民调17%，国会卡死，预算被砍，22件弹劾，老婆的案子一件一件往身上爬，检察体系他自己出身的检察体系正在收网。
一个检察长出身的总统，比谁都清楚案子办到这个进度意味着什么。排烂到这个程度，正常的政治人物会想办法止血，改组内阁，切割夫人。他不是，他选了另外一条路，他把整张桌子给掀了，而且他掀桌子的方式前所未有，非常大胆。有多大胆？而且他不是临时起意掀的。接下来你会看到这场戒严，他从1个半月前就开始铺陈，铺陈的方式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国家跟北韩开战。结论一句话，这场戒严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什么对抗共产势力，他是一个民调17%的总统跟一个官司缠身的第一夫人，用整个国家当筹码的自保豪赌。动机查清楚了，我们才有资格往下看他是怎么动手的。来，现在进到整个故事最黑暗的一段了，你可能看了觉得有点熟悉，但我要告诉你，没有，你误会了，你误会了，这个只是巧合而已。刚有网友说应该要现场吃个蜂蜜，但问题是我吃的蜂蜜要含着，我就不能讲话了。这龙眼蜜，来。这个故事黑暗到什么程度？黑暗到韩国检方用了一条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听过的罪名，叫一般利敌罪，为敌人谋取利益罪。对象是谁？是自己国家的前总统。事情是这样的，2024年10月。戒严前1个半月，北韩突然跳脚，公开指控南韩派无人机侵入平壤上空，空投反北韩传单，还公布了无人机残骸照片。当时南韩国防部的回应是什么？无法确认，标准官腔。全世界都以为又是北韩在碰瓷，结果错了，结果错了。你没办法想象，一个总统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跟支持度，他竟然出卖整个国家。2025年7月，一名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现役军官向特检组交出一段录音，录音里是这样说的：我从金融大司令官那边听说，是 V 的指示 ，V 就是那位总统 ，that person who's running Korea。平壤无人机渗透是 V 的指示，北韩有了反应 ，V 很高兴。各位把这3句话连起来听一次：自己下令无人机飞进敌国首都上空，故意的，然后敌人跳脚，他很高兴。他高兴什么？他高兴什么？你各位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我告诉你一个实话，他在钓鱼，他拿整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国民的性命、北韩跟南韩之间的关系来钓鱼，他要北韩开第一枪，只要北韩真的报复，炮击击落任何军事回应，南韩就要进入准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下宣布戒严，名正言顺。
录音里面还有一句话：你只是要避开联合参谋本部跟国防部，也就是连自己国家的军令系统都要绕开。为什么要绕开？因为尹锡悦下令通过的东西是叛国罪，正规的军令系统会留记录，会为什么会打？更扯的还有什么？我还是要说，这个你听起来很熟悉，但是我绝对没有在暗示任何人，是他妈巧合。更扯的还有什么？前军事情报官员卢象元的笔记本被搜出来了，里面记着利用北韩跟中国来推进戒严策略。侦查目标清单里面甚至写着金正恩收养所，也就是金正恩的度假村，他在那边休养的地方，他指定无人机要从那边飞过去。这个剧本精不精彩？干，这个剧本写不出来哎！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统会冒着整个国家掉入尸山血海的可能？好，各位，因为这个实在是喉咙尴尬的有点严重，让我弄一个蜂蜜水。这是怎么样状况？没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人会出卖自己的国民，出卖自己的军人，只为了自己要戒严，只为了自己要戒严。我们做一个对比，当局每次跟你说我在捍卫自由宪政的时候，你就要去看看他私底下在干嘛。这一位被判无期徒刑、口口声声说要对抗北韩威胁的总统，私底下干的事情是想尽办法制造北韩威胁。北韩威胁不够用，他还想加码生产。这就是我常讲的，当局话术要反着听。他说要保护你免于战争的时候，他正在筹备那场战争。但是北韩没有上钩，北韩的情报单位显然很聪明，显然知道你他妈想诓我，显然知道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所以这才是麻烦的地方啊！他都不要命了，他不要脸了，你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能怎么办？但是还不够，还不够，因为北韩没有上钩。金正恩骂归骂，没有军事回应，钓鱼失败。各位，你还在消化这个匪夷所思的总统调自己国家的战争，自己引战，没有敌人，自己捏造敌人的故事，很难想象，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荒谬的地方在这里。正常人钓鱼失败就收竿回家了，对不对？钓不到嘛，没有，不要拿像钓鱼佬一样拿那个钓来的鱼去换千层蛋糕。他没有啊，尹锡悦没有啊，他越做越夸张。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晚上10点27分，没有战争。没有暴动，没有任何紧急状态，尹锡悦突然出现在电视上，宣布全国紧急戒严。理由是什么？铲除亲北反国家势力，守护自由宪政秩序。证据是什么？没有，
到今天他在法庭上受审，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一件资料都拿不出来。检方后来给这套操作定性，就是那一条非常罕见的罪名，因为没有任何民主国家的领袖会做这件事情，偏偏被台湾青鸟捧上了天的尹锡悦这样做了。一般立敌罪，求刑30年，这个案子还没宣判哦。我们用检方起诉的语言讲，但你光看罪名就懂了。一个天天喊反共的总统，被自己国家的检察官指控为敌谋利，因为对北韩最有利的事情，就是南韩总统亲手把南韩的民主给砸了。来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永远不要听他骂谁，要看他的行为让谁得利。喊反共喊得最大声的人，发动让平壤笑破肚皮的政变，这个公式你等下讲到台湾，你会再看到一次，太荒谬了。有就像 Just 讲一样，陛下，你为何造反呢？陛下。但是我们要讲。南韩值得佩服，不是只有南韩 idol 而已。你看看我背后这有多荒谬，妈，你敢讲我都不敢信呢。都是总统自导自演，指示无人机3度侵入平壤，想要引战北韩。他还指示这个命令要避开联参本部跟国防部，结果被囚刑30年。他妈，这到底是什么烂罪？我真心想不到，但偏就发生了。来，我们讲到了韩国人民最刚烈、最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晚上10点27分，戒严令一发布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想象一下，一个民主国家竟然忽然之间在没有任何预兆之下，总统宣布军事戒严。接下来的6个小时是这几年全世界民主国家最了不起的6个小时。我们用时间轴走一次，来，我做了一个动画给你看，我们一边讲一边让你看。我告诉各位啊，我今天身体的确不舒服，你听喉咙听我的鼻音就知道了。但这个故事一定要今天告诉你。我也说了，我家里有事，但是我也一定要现在就讲，因为今天再不讲，你不知道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让你记得历史上的教训。10点30分起，大韩民国戒严司令部发布第1号布告，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国会活动、媒体受戒严司令部管制。注意，禁止国会活动这一条直接违宪，因为韩国宪法当年因为过去的悲剧，韩国宪法第77条白纸黑字写着，国会过半数要求解除戒严的时候，总统必须解除，他必须要解除。所以这场戒严要成功，只有一个办法，不让国会开会。尹锡悦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多么决绝，你没办法想象有多决绝。他直接宣布，特种部队707团出动占领国会，12架直升机
197名701特殊任务团队员深夜降落国会草坪。在听直播查地图的各位，你看哦，汝矣岛离国会、离总统府直线不到10公里啊！这个国会离总统府直线不到10公里，政变的刀出鞘只要10分钟，10分钟他就可以扼杀这一次的反抗。于是，韩国人开始翻墙。各位，什么叫做翻墙？我说真的，这是物理上的翻墙。在野党党魁李在明一边翻国会围墙，一边开 YouTube 直播，最高是什么？结果我讲到这里嘛，我听他断线了，有没有这么刺激，这么敏感吗？好，各位，我的抖音被关了，因为违反相关的规定，要到6月11号才能直播。好了，不管，但是关就关，我就把它关掉了。你看我今天讲的东西，竟然连听大都要停权我。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来，请各位可以到脸书或者在 YT 就好。来，我说这个故事真的很精彩。李在明一边翻国会围墙，一边开 YouTube 直播，最高同时在线240万人。240万人在线上看自己国家的国会议员翻墙进去救民主，他们真的用肉身对抗枪口。国会的职员更猛，也就是在这个国会里面呢，职员怎么做？职员搬办公桌、搬椅子、搬灭火器，在议场门口堆路障，手勾手排成人链，用肉身挡住了全副武装的特战部队，挡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是这个画面，这个画面被 BBC 选为2024年度12张代表照片的那个画面，这是在2024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共同民主党的发言人安桂林，前 YTN 主播，35岁。当年国会选举以1098票之差落选，他在国会本馆前，一名特战队员把上膛的步枪指向人群，他没有退，他伸出双手，直接抓住枪管，对那一个士兵说：“放开！你不觉得羞耻吗？你不觉得羞耻吗？一个落选的议员徒手抓住上膛步枪的枪管，你看了不了？了不了得？了得啊！徒手抓住一个上膛步枪的枪管。”随时有可能走火，但是他抓了，而且他站在那前面，而且对方退了。他事后接受 BBC 的采访，记者问他当下在想什么，他说：“我没有意识到要去抓枪，我只想着我必须挡
住，如果挡不住，就没有下一次了。CNN 引述他的话更短，我觉得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要你记住这个画面，因为今天这集后面所有的荒谬都要拿来跟这个画面对照。凌晨0点48分，190位议员突破进入现场。他突破进入现场之后嘞，来，我们直接告诉各位，因为他们有肉身对抗特战部队的成员，所以封锁被突破，能到的人都到了，表决解除戒严，190票赞成，0票反对，190比0。执政党议员尹锡悦自己党的议员在场的，他们也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知道民主得来不易啊。我再重复一次，执政党的议员尹锡悦自己党的议员在场参与了，也投了赞成票。凌晨4点30分，尹锡悦宣布解除戒严，从22点27分到动43动6个小时，被议员的翻墙、职员的桌椅、一个发言人的2只手和宪法第77条挡下来。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民主啊，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民主不是一张纸，民主是有人愿意在半夜2点用手去抓上膛的枪的枪管。那天晚上，韩国没有死一个人。不是因为政变温和，是因为党的人够快、够多、够不要命。这句话先放着，你下一章会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墙的那一端也有人在抗命。你可能真没想象到，你看到的这一群戴着黑扁帽从直升机下来的韩国特战第707团的成员也不支持。来，我们讲枪的另外一端，这段故事韩国媒体后来下了一个标题，我觉得是最好的注脚。他的中央日报下的标题叫 MZ 啊，千禧年世代的戒严军不一样的。先讲这些兵怎么被骗出门的。12月2号戒严前一天，707特战团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写的：国会议员卜善元后来公开的简讯原文，北韩相关情况很严重，可能必须立即出动。国防部长提到，如果发生状况，不用管其他旅，直接叫707特战团出动。12月3号晚上，出动命令下来了，手机被收走，队员以为要去空降暗杀北韩的领导人。News One 的报道写得很清楚，
他们上了直升机往南飞，降落之后往窗外一看，咦，这不是平壤，这是汝矣岛，这是大韩民国自己的国会。朝鲜日报引述匿名队员的访谈，他说：“本来以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北韩特种部队，结果眼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是国会议员，是国会职员，是像安桂林那样空手抓枪的人。然后，这些全韩国最精锐的最后防线的部队，千锤百炼，就是为了杀人的部队。他们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法执行命令，消极。各位，这些全韩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果你有当过兵，你可以想象。来，接下来这一组数字啊，你最有资格评分。什么数字呢？直升机用紧急飞行的方式，快速降落到国会大厦前面的草坪，距离本馆有多远？几百公尺而已。这一支部队707特战团是以拂晓突击闻名的特战部队，走这几百公尺，走到议会国会本馆，走了多久？走了45分钟。45分钟啊！然后0点45分才接近本馆，然后0点48分，就这么巧，国会在他们接近本馆之后3分钟内，国会表决通过解除戒严，就差3分钟。东亚日报引述一位707出身的预备役说的最白，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队员在国会只是走来走去，他就走来走去，根本不是在执行作战。”多家韩媒的共同用词是4个字：消极的动作。还有队员身上带的是训练弹，根本没有配发实弹，所以抗命不止在基层，是整个部队从头到尾，每一个人知道这是内战，这是政变，全部都抗命。特战司令官郭总跟中将后来在国会作证。他说，前国防部长金荣显直接的命令是把国会议员拖出来。郭总跟中将的回答是，他认为这道命令违法，没有执行。一个3星中将在政变当夜对着国防部长说不。707的特战团团长金显队啊，事后开记者会，一个人把责任全部背起来。他说：“就是我下令去国会打破窗户进去的707部队员，全部都是被金荣显利用的受害者。”然后他说了那句让所有人安静下来的话：“因为他的部队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慢到、软到、犹豫到，如果对面真的是敌人，他们全军覆没。”707特战团团长说：“这如果是实战，我们全军覆没，我们全员都死了。”
这不是一个精锐战团的所能做的事情的。这表示这不是无能，各位，你很容易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呦妈，701特战团怎么这么无能？对不起，701特战团是韩国的海豹部队，它是最强的部队，怎么变成这样？这是197个人用装傻在抗命。Oh My News 独家报道的法庭证词里面，707作战科长参山科的科长赵忠孝讲得更直接，他说那一夜如果真把市民当敌人来战斗，那将会是一场大屠杀，而士兵不肯，士兵软性抗命。最后一个画面，当这个部队撤离国会的时候，有士兵，特种部队的士兵，南韩最精锐的707特战团，对围观的市民低头鞠躬，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想象一下，我们在这边停下来想10秒钟，这些人是真的会上战场的人，真的受过杀人训练，真的扣得动扳机，真的要为每一发子弹负法律责任的人，命令、军法、长官全部压在头上，军纪似铁，军令如山，但他们的选择是慢慢走，带训练弹，拒绝拖人出国会，鞠躬道歉。我们把这个画面存档，后面讲到台湾那一批在冷气房里面喊还来得及呀，台湾要戒严的键盘侠的时候，我们把这一个档案调出来对照。我们这一章的结论是，那一夜韩国的民主可以活下来，靠的是2种勇气：人民敢往枪口前站，军人敢对命令说不。2种勇气只要缺一个，12月4号的首尔就是另一个光州。光州是什么？光州事变是什么？我们下一章跟各位讲。你仔细看，12架直升机出发，队员以为打北韩，到了12点的时候，197人降落国会草坪，这是韩国最精锐的部队。到了45分的时候才接近本馆，数百公尺而已，走了45分钟。我就问你，以海豹部队来讲，他在地上爬45分钟也爬到了没有？他们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故意慢慢走。等到他们到达本馆48分3分钟之后，国会190比0表决解严，表决成功。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来，我们要讲为什么韩国人这么的勇敢，这么的敢对抗政府，甚至敢对抗军令，让他们最优秀的特战队也对戒严避之唯恐不及。你看，订阅关注不迷路就是经典的一个网络智障，他觉得韩国特战就是这种水平，而他就是一个挺着大肚子说，我觉得韩国特战就是几百公尺45分钟走不到的人，愚蠢，
因为你不知道民主的价值对韩国特战成员有多值得，有多值得。来，我们要讲光州不会白白的牺牲了。44年前那些血挡住了44年后的这些枪。接下来这一段，我们不开玩笑，因为要讲光州了。因为要讲光州了。2024年12月3号深夜，戒严令一发布，韩国最大入口网站 Naver 的热搜榜瞬间被3个词洗版。518，光州全斗焕戒严令 ，KBS、MBC、YTN 的新闻画面直接切出1980年的历史资料片。为什么？因为韩国人对戒严是有肌肉记忆的，是有血腥记忆的。1980年5月17号。全斗焕宣布全国扩大戒严。5月18日，光州市民上街抗议，然后当时的空降部队对自己的人民开枪。官方统计死亡606人，学界估计实际数字可能在1000到2000之间。那支部队的装束就是707特战团，黑色战斗服，黑色贝雷帽。2024年12月3日，降落在国会草坪的707特战团穿的是什么？黑色战斗服，黑色贝雷帽。Korea Herald 访问的目击者说，看到那些黑色贝雷帽，就像看到1980年在重播，连话术都是复制贴上。1980年，全斗焕的戒严理由是反国家暴徒、共产主义挑衅。2024年尹锡悦的戒严理由反国家势力、北韩共产主义势力，44年一个字都没有改。独裁者的词库从来不需要更新，但是等等，韩国人是会学到教训的。他们改了一个东西。1987年啊，韩国用街头抗争逼出了民主化修宪，在宪法第77条里面焊死了一个绝对保险：国会只要以在籍议员过半数要求解除戒严时，总统须予以解除，不是得，是需，强制性条款。1980年，全斗焕可以解散国会逮捕议员，所以光州人只能用命去挡。2024年，只要有190个议员能够冲进国会，按下表决键，戒严就在法律上死亡。所以那一夜，所有人在抢的是只有一件事情。只要让国会能开会，议员翻墙，职员堆桌椅，安桂林抓枪管，抢的就是按下那一颗表决键的资格。还有一个世代细节，那一夜冲到国会外面声援的很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
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光州，他们的光州记忆是从哪里来的？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对，就是2024年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本，写的就是光州。一个社会把自己最痛的伤口拍成电影，写成小说，编进课本，于是没经历过的世代也长出了同一条反射神经，看到戒严2个字，身体自己会动。光州没有白死，光州死了上千人，换来一个宪法第77条跟一整个社会的条件反射。44年后，这2样东西在6个小时内挡下了同一顶黑色贝雷帽，而全世界都看懂了这件事。白宫说没有，我事前不知情。副国务卿坎贝尔公开说，尹锡悦严重误判。OECD 成员国全球第11大经济体，亚洲民主橱窗发生戒严，从 BBC 到纽约时报的定调全是同一个方向。维基百科的条目甚至直接定性叫 self-coup， 自我政变，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替他讲话。记住这一件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替他讲话。18个月后，替他讲话的人出现了，不在首尔，在台北的手机荧幕上。在台北的手机荧幕上，你可能没办法想象，镜头拉回台湾，同一个晚上，2024年12月3日深夜到4日，当韩国人在翻墙、推桌椅、抓枪管的时候，台湾这边发生了一件短短的事情，20分钟，然后就被删掉了。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官方 Threads 账号发了一篇贴文，原文我念给你听，一字不改。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纵，南韩总统尹锡悦为守护自由宪政体制，紧急宣布全国戒严。然后话锋一转，转到哪？转到台湾。台湾立法院蓝白各种删国防预算，违宪扩权，瘫痪大法官，恶修财划法。收尾是什么？不要怀疑，Team Taiwan 的我们，其实每分每秒、无时无刻都在抵抗世界等级的暗黑恶势力侵蚀这个国家。各位，我们做个阅读理解。第一句，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发文，把尹锡悦的戒严定性为守护自由宪政，正面肯定。第二，把韩国的亲北势力操纵国会类比到台湾的在野党。第三，暗黑恶势力把3句连起来。这篇贴文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就是现在 Threads 上面青鸟的疯狂发言。韩国总统尹锡悦为了对抗被渗透的国会而戒严，是守护宪政，而台湾也有一个被暗黑恶势力把持的国会，剩下那半句没写出来的话，谁都听得懂，谁都会接。是什么呢？听懂的可以留言直接跟大家解释。
呵呵，这篇文活了大概20分钟，在听直播刷新闻比我快的各位，应该都记得那个晚上被骂爆。火速删文，党团事后解释只是分享国际资讯，绝无可能支持任何形式的戒严。行政院长卓荣泰隔天出面切割，说台湾民主不能走回头路。3件事我要讲清楚，因为精准比痛快更重要。我们只讲真相，我们不讲别的。第一个，这是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官方账号发的，不是民进党中央，更不是赖校长第一时间的指示呢。他是说要国安单位掌握情势，账要算对地方，算错了，赖校长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第二，党团没有写出我支持戒严5个字，他写的是尹锡悦为支持为守护自由宪政宣布戒严，加上台湾也有暗黑恶势力，然后他自己删了。各位，删文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答案。如果这篇文真的只是分享国际资讯，中央社每天分享几百条国际资讯，有哪一条需要20分钟下架呢？自己人都看出来这一篇文不能留，这就是最诚实的事实认定。第3，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那一页，当全世界民主国家，当韩国全部主流媒体，当韩国执政党自己的议员都站在解除戒严这一边的时候，台湾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第一反射动作是觉得这场戒严的叙事很好用，好用到值得在这个时候发文拿来打国内的在野党。第一反射，懂吗？这不是深思熟虑的想法，是半夜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射。哦，好，太好了，赶快拿来酸蓝白哦，挺戒严，我们就可以永久执政了！快！我这样讲，第一时间的发文跟他的本性最接近。一个组织在突发事件前20人都的反射，跟他的本能最接近。那一列还有正常的台湾人，有一个网友在 X 上痛骂那些开玩笑或是认真认为台湾也该戒严的人。他说：“白色恐怖才结束30几年，拜托认真一点，这才是健康的反射。”所以，我们今天打的不是所有绿营支持者。是那些20分钟民进党的官方反射，跟18个月后集体策略性的把这个反射延续下去，力挺尹锡悦的那一小撮人。我的结论很简单：2024年12月。这个反射被当时的舆论炸锅压回去了，删文、道歉、切割，看起来像个句点，但反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下一个触发事件。18个月后，触发事件来了，韩国地方选举选票印不够，妙了吧？难怪沈伯洋后来讲青鸟不是民进党支持者，
出了多少包了，一次接一次，不行哦。来，我们先讲这个，包含了各位可以去看联合报转角国际长时间驻韩记者杨前豪，希望我没把名字讲错的文章，非常深入，非常完整。2026年6月3日，韩国地方选举。先讲韩国真的发生了什么，再讲它漂洋过海到台湾被变形成了什么，中间的落差就是答案。韩国端的事实是什么？投票日当天，全国14288个投票所，有67处投票用纸不够，22处一度停止投票。重灾区是首尔松坡区，14处，原因查清楚了，蠢到你不敢相信。选举管理委员会明明领了印全体选民数110%选票的预算，实际上只印了50%。因为什么少印？真的很妙。因为极右派常年拿胜票太多当作票证据闹事。选管会想说：“哎呀，这一次我就少印一点啊，免得落人口实。”结果直接制造出更大的口实。标准的官僚式聪明，聪明到把自己给埋了。委员长卢泰岳请辞下台。顺带一提，这位卢泰岳还是尹锡悦任命的，所以尹锡悦临走之前任命一个选委会的委员长挖自己的坑嘛？这逻辑吗？是什么小？所以愤怒的民众包围票箱，堵了35个小时，喊选举无效。网络上开始流传投票率130%，查核结果无稽之谈，实际投票率只有61%。中国人假冒韩国警察，因为他说他蒙面，看起来就像中国人。结果嘞，蒙面是空污加上勤务常态，那些什么，他说这个名字很诡异，看起来像中国人，结果全部都是正常韩语的姓名。那有没有舞弊？我们用数字讲话，这边是引述驻韩14年台湾记者杨前豪所做的功课，我把它叫做数学触觉，因为一打出来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台湾的立法院听戒严挺戒严呐，了不起吧？这是公视自己贴出来的，还有网友泼晃把它贴出来。好啦，这个接下来要讲真正在选举发生什么事。顺带一提，这里面的所有背景图，尽管看起来是真的，但除了这个安桂林的那一张照片之外，全部都是 AI 做的。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新闻照片不漂亮，所以我要先讲，这个都是 AI 做的哈，拍谁不是真的照片，因为 AI 做的照片看起来比较有效啦。好，第一个切入点，选举舞弊论在韩国打了5年官司。126件诉讼全部败诉，宪法法庭直接认定选举舞弊并不存在。第二个分析，如果做票应该是执政党当选嘛，
这次出包最严重的首尔市市长谁当选？是在野的保守派吴世勋。出事的禅市投票所所在的松坡区区厅长、区议会，全都是在野的国民力量赢。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用你的膝盖想一想，好不好？如果执政党操纵选举，会操控到让自己输掉出包最严重的选区吗？是脑袋破洞，是不是？好了，但还没完，还没完。这种舞弊是什么？舞弊给对手赢，是不是？干不是你有病，就是青鸟有病啊！来，第三个分析是最狠的，外国人投票权，对，在韩国永居满3年的外国人可以投地方选举，中国籍的选民占外籍选民的78.9%，这个数字是真的。2022年韩国法务部资料，12.6万名外籍选民里面，9.9万多人是中国籍，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这个记者杨前豪把数学算完了，外国人投票率比平均是19.9%，换算中国人最密集的选区，中国籍实际投出的票大概就398票到1095票之间，而韩国区厅长选举的胜负差距，动辄数万票起跳，1000票翻数万票的牌。你就算每一票灌给同一个人，连个水花都没有，真的数据，假的因果，数字是真的，所以中国操控的选举是编的啦，数学不会骗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398票或1095票可以翻1万多票的盘哦，而且更重要的是。韩国端，韩国最反中的保守派3大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根本不碰中国介选这个说法，全部冷处理。但是台湾的青鸟把它当成宝贝一样在捧啊！来，变形记要开始喽！台湾的这一些绿营媒体，通通他妈爆了 ，Threads 上面所有的网友绿营的侧翼也爆了。6月4号，我们用的是 Meta AI 做的分析，这是最基本、最粗浅的分析。6月4号晚上到6月6号48小时之内，台湾的 Threads 上面至少11个账号密集发出同一套东西，素材是从韩国极右派的社群账号搬来，数据框架全部都是外国人投票权，中国籍占80%，台湾要警惕。引用的影片呢？12小时内有4个彼此没有追踪关系的账号，各自重新包装同2支台媒的新闻素材，这叫叙事模板协同，不是复制贴上，是换图换字不换骨架。我们讲高市早苗的网军不是讲过吗？A 跟 B 账号之间都是你操作，但是不能有任何关联，因为要看起来像是独立运作。但正因为你的立场这么相同，竟然没有任何交叉执行、交叉按战或是互相关系，更可疑了。但是真正的铁证不是他们搬了什么东西到台湾来。是他们加了什么？
韩国极右派的论述搬到台湾，凭空多出3样韩国原版没有的东西。第一个，韩国极右派挺的是尹锡悦过去那场戒严，替自己人翻案，台湾版变成接下来台湾应该戒严，还来得及。翻案变成预告，时态整个换掉。第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凭空多出了一个投票指令。各位没办法，我现在今天一定要讲，因为这个题目再不讲，大概台湾就会被这些疯狂的戒严支持者跟洗脑，所以我喉咙都哑了，我也要讲，请各位见谅，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好。来，第二，在大韩民国在南韩没有的极右派抱怨里面多了一个投票指令，有文章连发3行。11月28，我们要只有民进党可以选。下一句接什么？不要逼总统发动戒严，导正一切。这一句话有2400个赞。各位把这句话的结构拆开来看。要么投票投出正确答案，要么就要戒严来导正。戒严在这里是什么？是选举的备用方案。韩国素材里面哪来11月28号投票啊？没有吧？没有吧？南韩根本不管你台湾这个小地方啦。你他妈搬过来，怎么忽然之间假传圣旨多了这个东西？更妙的地方是什么？它凭空多出来3个台湾相关的立法议程，反不在籍投票，反中配修法，党国籍法。韩国的选票硬不够，跟台湾这3个法案八竿子打不着。但这一波几十篇文的每一条搬运链的终点站，都精准停靠在这3站。更妙的是方向，韩国极右派是在野的保守派，骂的是执政的进步派。而这套素材到台湾，从左派变右派啊，服务的却是挺执政党打在野党，一个反执政党的素材过个海，变成挺执政党的弹药，也就是搬运工根本不在乎素材原本说什么，他只在乎货送到哪一站，而且是有统一的中央厨房指挥他们把货通通送到这一站试水温。然后呢，麦勾penn的查核出来了，杨前豪2篇上万字在联合报转角国际的分析出来了，韩国全光谱媒体的态度都摊在那边。这批账号有没有修正？没有，他们继续发，一篇又一篇的发，从 Threads 发到 Facebook 上面，自然发酵的舆论被打脸之后呢，会散掉，会吵架，会有人认错。只有领了任务的队伍被打脸之后，还能保持队形。这一段结论很简单，时间上48小时集中爆发。内容上3个源头不存在的统一变异，行为上3方打脸之后拒绝修正，这3层同时成立，大家刚好都这么想的几率趋近于0。
谁下的令，谁出的钱，我们没有证据，不乱讲。但有没有人下令在统一带风向？证据多到不需要我下结论，你自己看。这世界上事出异常必有妖，而这么妖的妖风，现在还在做，还在转。你告诉我说没有人在背后操作，绝无可能。至于是谁，基于本人的性命考量了，我就不要乱猜测啦，好不好？嘿嘿，唉，来，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跟各位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说青鸟的这些是恶意？你光看这一张图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中国介选的可能，人数少到不会产生影响。它等于是网军操纵的最下流手段，拿部分真实跟部分假造的内容呢，搞出了一段话来，让你觉得好像真有其事，然后又借题发挥，在台湾的世界里面运用这一个做法，然后告诉你，对，没错，台湾也被中国渗透，所以我们要赶快戒严，我们要想办法让台湾能够重拾我们的正确方向，这才叫认知作战。而且认知作战对执政党有利，这不是很荒谬吗？谢谢 Mirabel。来，我们要讲台湾的历史。这到了今天最诡异也最核心的一章。我们先讲一个台湾政治的常识，然后看着它在48小时内被翻转，天地逆转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你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来，这个图也是 AI 做出来的，好不好？当时哪有这么好的角度拍到这么好的照片？来，我们这边宣传一下，目前我们的投票只有599票。因为我们要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30年前的民进党，如果像现在一样挺和、支持资本家、支持中华民国、反台独、挺戒严，那么还有成立的必要吗？目前投票54%的人说没有哦，那这样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吗？33%人有，民进党还是要承认。青鸟说有就有，13%的人说，国民党会问说，那我嘞？那我嘞？别问我。好啦，常识一呀，常识一。在民主化之后的台湾，选举被作票这套指控呢，30年来是谁的招牌？蓝营的。2004年，2颗子弹连送阵营喊验票，群众包围总统府，那是台湾当代最大规模的选举无效抗争。而每一次蓝营喊作票，嘲讽他们输不起阴谋论的是谁？是绿营啊！各位，不管你是哪个颜色，这段历史课我们一起上。常识2，反戒严是谁的建党神话？是民进党的。1986年，民进党在圆山组党的时候，戒严令还没解除嘞，这个党是顶着戒严令出生的。
再往前，1977年中立事件，党外运动的第一声惊雷起因是什么？中立国小投开票所监选主任涉嫌作票，上万名群众包围警分局。注意听，那是真实的、有对象的现场被抓到的作票争议。党外群众为他上了街。台湾今天这套全世界最龟毛的投开票制度，亲自到场，当场开票、唱票、亮票，谁都可以监票，就是从中立那一页开始，一寸一寸磨出来的。所以绿营的政治 DNA 写得明明白白，为真实的作票抗争，对抗真实的戒严，这是他的出身证明。怎么忽然之间天地逆转了，变成挺戒严？这也太奇怪了吧！2026年6月，我们看到什么？自称本土阵营侧翼的账号群拥抱了韩国无证据的作票论，126件败诉，宪法法院盖章不存在的那种。同时，他还替戒严辩护，把发动戒严的内乱犯捧成先知，把不要逼总统戒严挂在嘴边。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两个位置同时跳到了对面，48小时内整齐划一，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逻辑炸弹，是台湾自己的粉专掉手引爆的。我觉得这是整件事最精彩以及回马枪，而且原来掉手是偏绿的粉专的。他问什么？他说：“这些人暗示台湾年底选举可能被做掉。那请问，台湾选举的主管机关中选会现任主委是谁？游盈隆游老师啊？谁提名的？行政院长卓荣泰，立法院几票同意？112票全数通过，包括了民进党自己的立委。”所以青鸟们在怕什么？怕自己执政党提名自己立委全数同意通过的中选会去配合在野党做票嘛？各位，这逻辑有多荒谬？你听一次直播就懂了。全世界有能力在选举动手脚的，从来都是当权者。在野党连选务的门都摸不到，一个执政党的侧翼散播选举可能被做掉的恐惧，他不是在质疑对手，他是在质疑自己政府办的选举，除非这个恐惧的功能根本不是质疑，而是在铺陈。铺陈什么？铺陈如果年底选输了，就是被做票了的剧本，以及那句已经写好的下联：不要逼总统发动戒严，导正一切。哎呦，今天目标达成嘞，真是忽然之间的。好，没关系，我会再做后续的事情。来，黑色之声哦，直接拿1933年纳粹德国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开课。希特勒用共产党威胁为由推紧急命令。停了言论自由，停了集会自由，警察可以不经司法程序抓人。名义上是反共，实际抓的是所有反对派，而且那些权利事后一项都没有还给人民。
然后这个粉砖落下一句：支持民进党，支持到挺戒严，真的是恶心。一切荣耀归于苏维埃啊！最后网友的2句留言，我原文照念，因为没有人能够写得比这个更好。第一句是什么？他把林大军那句当初尹锡悦宣布戒严，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原封不动的换出来？当初蒋介石宣布戒严，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第二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帮2蒋平反的不是国民党，而是青鸟。这一章结论的荒谬是啊，一个从抗议真作票起家的阵营，侧翼竟然开始散播做假票的投票论，一个顶着戒严令出身的政党，侧翼开始替戒严辩护。政治团体会演化、会堕落都正常，你拿钱都正常，但是不会在48小时之内集体跳到自己 DNA 的反面。自然界没有这种突变，只有经过操纵的实验室里面会有。各位啊，今天的结论，在我的喉咙这个被吹到这种程度，各位也忍受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终于要下结论了。希望我明天可以有热水喝，或者是我明天的喉咙会好。但是很抱歉，办公室没有热水，因为种种因为，我就不要说原因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这一章要好好的讲。我们今天把2条主线收在一起，各位好不容易在我这个沙哑的声音撑到现在的各位辛苦了。这是最后的10分钟，希望值得。第一条线是韩国，一个民调17%的总统，老婆胸前别着囚犯编号，被检方指控自导自演去调北韩的战争，调不到，干脆直接先捉戒严。谢谢景浩兄斗内的汇集。然后他的国家给了全世界一堂课，发言人徒手抓住枪管，职员用办公桌挡住特战部队，士兵带着训练弹慢慢走。3星中将对国防部长说：“这命令违法，我不执行。”国会190比0，宪法法院8比0。法院判决书1206页，任何人不得凌驾法律之上。那一页，韩国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失败。安桂林可以退后一步，707特战团可以用跑的，郭仲根可以照办，把每一个议员都拖出国会。议员可以翻不过那道墙，任何一个环节软掉。12月4号的首尔就是1980年的光州，但是韩国人的文化跟血统就是这么剽悍，他们的脊椎就是这么硬。12月4号，每一个环节都挺住了，因为光州的1000条人命，已经把民主跟戒严的代价刻进了这个民族的脊椎里面，这就是等价交换。各位，民主的防火墙不是免费的。韩国人在1980年付清了全款
所以2024年刷卡成功。再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不是 AI 做的，是现场的一名落选的前议员，不对不起，他竞选没有选上，安桂林徒手抓着一把上膛枪的枪管，跟特战部队成员说：“放开！”你不觉得羞耻吗？南韩的女性不需要当兵，但南韩的女性赤手空拳对抗南韩的海豹部队最强的特种部队成员。特种部队没开枪，而安桂林没松手。第二条线，台湾，同一场灾难在这座岛上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剧情。2024年12月那一夜，执政党团的第一反射是觉得这个戒严的剧本很好用啊，太棒了，让我拿来酸蓝白阵营。20分钟之后，心虚删文。18个月后，48小时之内，一批账号整齐划一的把这个内乱犯抬上神坛，配上光环，写上先知总是孤独的，我们还来得及。再贴上投票指令，11月28日只有民进党可以选，不要逼总统发动戒严，导正一切。在听直播的各位，看清楚这两条线的落差，就是民主制度跟血性脊梁骨的落差。在韩国，真的会开枪的人，受过杀人训练，扛着军法责任，真的可能死在现场，或是被敌前抗命处死的这些军人，他选择了抗命，选择了慢慢走，选择了鞠躬道歉。赵忠孝在法庭上说，如果真把市民当作敌人，那会是一场大屠杀，所以他们不肯。在台湾，那一群绝对不会上战场的人，坐在冷气房里面，人生最大的风险是手机没电的人，兴高采烈的替戒严叫好，吹着要导正一切。愿意流血的人拒绝对人民开枪，只会打字的人嚷着要对人民戒严，这不是反差，这是照妖镜。真相总是伤人，而今天的真相是，有一批人嘴上的民主是限定商品，我赢叫民主，我输叫被渗透，我可能会输就还来得及。科学也讲完了，126件诉讼全败，宪法法院认证舞弊不存在，398票翻不动数外票，出包最严重的选区还是在野党赢嘞。每一个数字都摊在桌上，被这些数字打脸之后，还能48小时保持队形，继续推进的，不叫舆论，叫任务。谁派的任务？目的是什么？我没有证据，我不能讲。
但是我可以说，这是民主之癌，这是中华民国只要还有这种民主之癌，这些下三滥的网军、不要脸的混账，中华民国的民主永远不会好。今天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你分析，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式在运作这背后的黑暗势力。最后回到那个画面，1977年中立，上万个台湾人因为一场真实的作票围住了警察分局，这是这里反抗的起点。后来那股力量在戒严令下组了党，他们管自己叫党外，他们的敌人叫戒严体制。屠龙的少年在那个时候站上了一个道德的高点，剑就是那个时候磨出来的。49年后，2026年，这个政党的侧翼拿着一个没有被证明，甚至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个假资料，要求台湾重启戒严，重返戒严，捧着一个49年后这个阵营的侧翼，捧着一个外国叛乱犯的光环图，散播着连韩国法院都盖章不存在的作票论，预告什么？预告着不要逼总统戒严。网友那句话，我再念最后一次，作为今天悲剧的结尾。当初蒋介石宣布戒严，照你的说法，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听懂了吗？当你开始用这个模式替任何一个独裁者辩护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屠龙了。你低头看看自己的手，你的手已经长出了鳞片。屠龙少年磨剑久，剑锋所指尽相同。屠龙者终成恶龙，你又变成了这个恶龙，太荒谬，太荒谬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看自己，你是如何的愧对你的列祖列宗，你的民主认定，还是只要有钱，你什么都可以做？这真的太荒谬了。什么叫荒谬呢？就是讲到这边，虽然直播结束了，我们还是要贴要饭的这个斗内贴图，微信支付、支付宝这个绿界，还有等等等等。今天据说绿界有人斗内来，我打算开一下绿界，然后各位一边斗内的时候呢，一边告诉你说，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就是这个样子。哎干！我来看一看啊，今天的内容呢，如果各位觉得不错的话，请按1；如果觉得内容不错但讲的不好，请按2；如果觉得内容跟讲的都不好，请按3。我们一边投票一边看现在的这个各位的看法怎么样？因为好不容易也要直播要结束了。来，我来看一下。好，这个风兴这个好像，
我有没有念过？冯鑫说小泉进次郎是真草包，我老婆都嫌弃，只有青鸟还在信。另外，日本的选举是前2-3周才能有选举活动，所以活动很少，手法也都很烂，都是2-3个世代之前的版本。Judy Young 说吸收到很多知识，谢谢。然后软掉的草莓蛋糕说补个周六下午2点帕哥的心意，加上我的一点点，刚好那天黑武士阿帕哥有事不克到场，故转交给我，但我昨天都在开车没时间弄，今天来补上。话说蜂蜜超赞，周六我上去台北特别找朱大，又买了4罐，请各位这个买起来。好了，谢谢阿软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动力。那我也这个谢谢你的抖内，然后我今天抖内好像还没有时间念，但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事情，我以后不会再提。很多网友一直说什么是不是重感冒什么，也不是，感冒有一个原因，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很抱歉，今天家母告别式，所以忙了一天，体力不支。那所以我也希望家母能够离苦得乐，一路好走。但是因为家母临终的时候跟我讲，我们应该要照着平常该做的事情继续做，所以即使今天告别式，即使今天感冒，我还是继续要讲。那这个也不是为了讨拍，我只跟大家讲，很抱歉你听到的声音阿力不打，这个没有办法，请大家多多见谅。来 ，Sylvia Chang。支持目标，坏掉龙9说，请支持多功能清洁手推车，担任奥拉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三打医生说出大保重身体，EZEN TW66加油，也谢谢景浩兄送了这么多个会员。Bruce Wang 也说感冒好好休息吧。这个符号路易说朱大保重啊，刚补完高市妈妈桑那一集，精彩绝伦。乙说烧虾多喝水。嘎嘎咪咪口说朱大保重身体，多喝水多休息。蔡兆和说加护病房 Day 3，请大家为辛苦的护理人员加油打气。Sylvia 呛说大家按赞继续支持朱大，多喝水，也拜托朱大要照顾自己。会啦，我会照顾自己啦，但就是喉咙哑的嘛，怎么办嘞 ？Keyboy 说挺出大，保重身体，早日康复，大家一起挺过这段黑暗混沌的时代，期待看到西民进动下台得到报应的那一天。JQ Fish 说朱大多喝水，多休息，保重身体哦。风心说抖一个目标，朱大保重身体，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目标达标了，我们会讲张忠谋自传，他以前的建议跟这个未来的方向。好 ，Lisa Lee 说朱大我顺利完成手术了，朱大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保重身体。有一点感冒，今天也太累了。出购物说朱大保重 ，Chelsea 说保重朱璇多喝水。邱慧玲谢你加入公仔 ，Chris Wang 说朱大保重 ，Carry 7791谢谢你。李炫说奈米抖一下支持暴病直播的朱大辛苦了，保重。Celia Chen 超不知道，请朱大。注意健康，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小小抖那一瓶枇杷膏。Kevin 1.618，我国民主让朱大最近真是内外交迫，加油啊！高雄老王说朱大辛苦了，谢谢。我顺便讲，今天我做的声音是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内容很精彩，而且韩国人的骨气代表了他民族的骨气啊，他对抗戒严是真的拿命来拼。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站在隔岸观火的地方，在那边说戒严好棒棒，我们该支持戒严。所以请各位务必帮我按赞，务必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一集的解说。那我也只能这样说，我做都做了，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不要辜负我们白白做了。来，我继续把抖内念完。这个 Cecilia Chang， 对不起，你的字刚好缩到，来我看看啊，我能不能看到？Cecilia Chen 2066说，偷偷打搅一下，认真收听的各位网友，请帮忙免费的按赞，提高推播率。朱大真的很辛苦，节目真的越做越用心，请朱大多多补充水分，没有问题啊。体友 TW 说，朱大严重时还是要用西药控制发炎症状，先再食补保养。石小姐
这个说难得有空上来一下下，猪猪晚上好，各位同学晚上好，老猪声音还行啊，没像群组里讲那么严重。小抖一个，给猪同学多喝点蜂蜜水。祝老猪早日康复，各位同学们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沙说猪大保重，提得很清楚了，不要太用力讲话。软调我已经印起来，有刚刚已经念了你的抖内。这个 Silent Simon 说抖一包食物装的普拉腾福茂热饮给猪大，愿猪大早日康复。然后谢谢我，谢谢 Uland， 谢谢田金忍，谢谢 Uland 925。黄博文说猪大保重身体。这个 Taping 说 My condolenc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查理说猪大保重，祝猪家一家平安健康，祝福猪妈妈。Erin Lee 谢谢你的抖内，然后 Cecilia 也谢谢你的宝石爱心。Mars VIP 说猪大节哀顺变，慎终追远。有了，我们家都很努力啦。我们家都很努力，好不好？这个没有愧对养育我们的妈妈大人，这还好。来，这个今天怎么抖内人特别多？来，我看一下啊。这个什么名说同沾法喜，猪大注意保护阴道。好了，这个没办法，就是。来，我看一下哦。什么学说？那天晚上大家还一起在猪大直播间现场吃瓜，因为真的很夸张。你事后看了才知道，怎么有这样子搞自己国家的人，你没办法想象，真的很荒谬。来，这个什么时候场？说保重，谢谢你，这是老朋友啦。然后，谢谢什么红，也谢谢什么明说猪大节哀顺变。有啦，我这几天留胡子，你也知道为什么。这个什么养说请节哀，战斗陀螺给儿子。这个雍庆，谢谢你抖内抖比较大的，也谢谢大家。来，这个我看一下哦，这个什么陈，谢谢你抖内，但你没有留言。这个白小洛说，如果是着凉的话，用热水泡脚半小时，发汗，3天就好了。重点是要多睡觉，靠自愈。我了解，但我被我儿子传染，是不是打儿子可以让我早日康复呢？子祥说，台湾有像707特种部队的单位吗？如果有希望能有过智力测验，那应该是梁山特遣队吧。我是沃说，就是祝福，请家人都保重。好啦，谢谢大家，好不好？那这个大家都懂，我们这个年纪呢，忽然之间开始留胡子，绝对不是改变造型，而是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好啦，今日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跟我一起度过了大概1小时53分钟吧。来，这个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来，这个拜拜。